孩子然后那啥。啊，刺激，带劲。其实训练就是这样，在一定的跑量的前提下，用不同的内容去把这跑量填起来。这些内容呢，既兼顾身体又兼顾心理，最好是同时兼顾身体和心理，就特别好。哎，大家伙早喽！7月19号星期六，清晨5点31，今天又是周六，一起跑配速跑的日子，平田先生的早训练。热身3公里到这儿，稍微一停，这个墨镜上都是水汽，又进入炎热模式了。刚凉快了2天。5分多的配速跑3公里过来，然后一会儿应该在一起跑个我估计15公里还是，然后再3公里回去，就差不多。这周不加量了，按说我像平常周六今天这么早，我应该再跑2-3公里，因为下周那个富士山那比赛是周5，我才反应过来，我老知道是7月25号，后来那天昨天早上起来一看，昨天18号，但好像不太对，昨天才周5。我说那7月25号怎么可能是周日呢？我大概一掰手指头一算，周5，一看那个比赛的官网也是周5，它可能是不占用周日那个登山的道路的资源。对，这样也挺好，因为下周日就27号，我有一个1500米的场地赛，而且如果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在长居公园那个主场地就不是那个配套那个热身场，那这个挺带劲的，应该是。我一直以为那个当时7月27号那比赛是周2，那这样就是周5去富士山完了，应该当天我们就回来，或者最多第2天回来，因为从富士山那个地方回大阪特别麻烦，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没有报名富士山的那个马拉松的那个原因。因为富士山那个马拉松其实风景特别好，然后也挺有名的，也不用抽签，先到先得，但是就是交通太麻烦了，就提前去住。像这种比马拉松配速慢不了太多的这种匀速的长距离或者中距离吧，但夏天其实15公里不算是个中长距离，冬天我们应该都是20、25，有时候是30。这种有什么用呢？其实就对我个人来说，它填补了我的比赛信心。这我解释一下啊，就我总说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其实有些东西跟普通人不一样。专业运动员他有一个很了解他的教练在指导他，一方面是指导他训练，还有一方面是帮他判断他的能力，或者说比方像大河原先生他们这样，就是多去参加比赛。就像我现在参加比赛多了以后，我的信心也会增加，哪怕这一段时间我的训练状态不好，我的信心也会增加，因为我知道说到比赛的时候是可以的。而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因为我现在参加比赛还没有那么多，还没有那么知道，或者说屏幕前的您参加比赛不多，有时候会因为说坚持那种训练中该快该慢，或者说所谓的极化训练，而造成对比赛配速的担心和焦虑，我会有的。我以前没有，因为以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做像现在这种极化训练的时候，大概2021年，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跑到2个小时44了。那时候我的训练就是每天20公里，然后练3天或者练4天，休息1天，整个月的平均配速都在4分20以内。那时候我就回来的时候信心，每次早上回来信心都特别好，因为我说我这早上起来跑了一半马4分15或者4分17，我说咱哈这就每天一个破3配速的半马呀，对不对？那时候每天都在1小时30之内，特别带劲。但是后来发现这东西，第一不可持续，第二是说你加不上跑量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该快的时候快顶不上去，造成我的速度能力是个瓶颈，是个我的短板，对吧？那现在像到我这种程度，我现在慢的时候慢，快的时候快，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对马拉松配速是不是有信心？就有时候我感慨，我说这比赛时候怎么能这配速跑42公里呢？就包括我自己跑的时候也是。所以我觉得周末的这种训练是有意义的。当然了，
如果您周末是固定安排长距离，也像我说似的有点变化。像比方说我的长距离限加速也好，或者最后冲击速也好，最近基本都是限加速。你最后那5公里的比马配还要快的配速，在秋冬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就是马配的配速，你也会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我觉得很重要，就对我来说。当然这种集体的接近马拉松配速的中距离跑、长距离跑，最后我们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奠定信心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些奠定的信心和比方说你跑1公里 1.2 或者 1.6 甚至2公里的间歇，或者400那种极限速度的间歇是不一样的。那种训练给你带来的信心是就像我说的，我在训练场上从来没让自己失望过，我往前顶，我能突破自己抗压的思维，就是我在赛场上最后我能拼那一下。就比方我在半马赛场上，最后我能跑最后那1-2公里，我还能拼杀到那个程度。而我刚说的这种长距离带来的信心是让你在起跑之前和起跑的时候不慌张。行吧，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训练。今天应该有不少小伙伴去个卫生间。今天又拿来了这个大冰桶，特别感谢小伙伴们。是不是232的大神练忙了？今天还是4分配速15公里。その次が4分15でいきます。4分、先頭4分、次4分15。4分半。距離はだいたい15キロ。駅から20キロ。適当にもう、はい。4分15、4分半。ハンデありの坂本さん。はい、行きます。行き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准备，开始。1公里3分57。你拿水。給水にかぶり水になっている人は注意お願いします。今天调整有区别，拿完水绕喷水池2圈，这样等在那个冰桶降温的小伙伴们，还是含糖电解质麦盛。的我们还有最后2公里多。今天比上周累。
3分31，还有1公里。3分27，还是然后那个。还是啊。跳了，不行了。来。啊，刺激，带劲。可以。看着水都热了。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哈。哦，行不行？今天算是，不按佳明这个的话，应该是极度困难，不算竭尽全力。劳累等级是很累啊，稍微流一点，待会儿去兑凉水的时候有点味儿。看看啊，奖杯。我不知道这个手表，它有时候好像是告诉我最快1公里，最快几公里，但是它不是我最快的1公里，它是不是某一个时间段一清呢？15.02公里，平均配速3分49，用了57分21秒。其实这个配速是破不了240的，也就是说在冬天初春的时候的大阪全马238是比这还快4-5秒的样子，跑42公里。这天气太可怕了，平均心率167，最大187，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往上顶，比方说你从357，我记得顶到349持续了大概一半，就后一半基本都是3分50左右，心率就会从160多一直就直接到将近180，就是你过了你那个阈值。这天气越热，气温湿度越大的时候，你的阈值越低，所以就是如果提高你的 LT2，
就会让你在某一个配速下能够稳定输出，稳定输出就是不累，在超过这个配速就直线下降，它是这样，它不是匀速这么来的。所以到夏天，手表给你测的各种指标下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后这种训练最后为什么最后这3公里加速最后加到了3分30、3分20多，是因为刚才一开始说的，他为了，比方说为了马拉松的配速信心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他其实还是没到。你最后的时候你冲一下，找那种感觉。我最后冲不动的时候，我也会想什么，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这个感觉弱了一些。在我没破240的时候，就会想，如果前面还有1公里，如果我跑到3分35以内，就240，我跑不跑？都是这样给我自己动力。现在还不知道找下一个什么目标，我觉得235太缥缈。可能是237左右吧。对，其实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对成绩的判断是很理智的，我的理智建立在我是个普通人的基础上。那我就会说，我的5公里、10公里、半马其实真的差不多了。你说还能 PB 吗？有可能，但是大幅不可能了。但是全马我觉得还是很有空间的，因为我看到我10公里、5公里和半马的成绩，你看5公里16分44，10公里34分30，然后半马1小时14分20，所以全马还是有空间。行，接点水去啊，一会儿来。给大家看看单圈的成绩：1公里3分57，心率139；第2公里心率3分57，心率157；第3公里还是3分57，心率160；第4公里4分，心率158；第5公里3分54，心率163；第6公里3分52，心率166；第7公里3分54，心率168；第8公里3分53，心率168；第9公里3分49，心率167；第10公里3分47，心率170。你基本上从第9公里就开始加起来了。第11公里3分44，心率174；第12公里3分48，心率177；第13公里3分41，心率178；第14公里3分31，心率182；最后1公里3分27，心率185，还可以。还可以啊，汗跟水就滴。はい、ラスト。はい、15まで行けよ。来到。はい、お疲れ様、お勝負頑張って。今天这3趟累计爬升45米。お疲れ様。行，把表收上星，准备回家。7月19号星期六，周末的清晨，一个有点强度的15公里，前后冷身差不多有将近6公里。这就是一个早晨，现在刚7点16，一会儿回家吃完饭剪辑，看看快不快。如果快的话，中午出去转转，然后下午回来咱们直播间见。北京时间1点。最近在梅田一商场的2层发现了一家很不错的精酿，就差不多鲜啤吧的那个精酿水准，也是，就是它不是在它餐厅现场酿，但是是本地的酒厂，但是就是不便宜，就是你鲜啤吧其实也不便宜，像优航、京 A 都不便宜，但是像鲜啤吧这种，它有 Happy Hour， 有 Happy Hour 的话，要不然就是买1送1，要不然就是怎么着的。然后这边就没有，原价贵一点的可能要1700日元一杯，便宜点的1000，差不多有大几十。各国的精酿都这样。反倒是23年再去纽约，觉得物价上涨，但是好像精酿没有很贵，8刀到12刀的样子，那个时候各种，也差不多这个价钱，行吧，那就这么着。这种训练其实训练就是这样。在一定的跑量的前提下，用不同的内容去把这跑量填起来。这些内容呢，既兼顾身体又兼顾心理，最好是同时兼顾身体和心理，就特别好。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